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。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Cause when I'm with you,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喂，东升，你来的正好，哎，快点过来，看这个，哎，快！现在网上都在疯狂炫这个视频，已经有30万的 views 啊！对啊，下面留言还说什么姐姐发酒疯，豪放姐姐，一大堆人点赞呢。这视频里男人是你吧？一看到头盔和电单车就知道是你啦！肯定就是你。哎，你没有搞错啊？认识那么多漂亮的美眉，都没有介绍给我们哦。对啊，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事一场哎。我们平时怎样对你的啊？她只是我的姐姐。姐姐？哦，那上次找上门来的那个也是姐姐了。那个真的是我姐姐。啊，明白。姐姐啊，风流债，姐姐风流债啊！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神，有的是一座山，有的是一条河，有的是一个人。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守护神就会帮你度过关。我想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刻吧。我的守护神到底在哪里？你 OK 吗？我 OK。这个背影肯定不是她老公，她老公不会骑摩托。没想到 boss 的外表冷到像一块冰，内心却奔放得像一团火。这个看不到的男人魅力肯定无法挡，竟然可以将 boss 这座冰山给劈开。可是我跟 boss 共事那么久，他不像是这种随随便便的人。对，她不是随随便便的人，但随便起来不是人。哎呦，哎，你们记得吗？上次 boss 突然休假的事情，该不会和这个男人有关？依我看，绝对有关。不会吧？不然这个天若有情的男主角是谁？可能是他的侄儿、表弟或者是朋友。我还以为 boss 的婚姻幸福美满，没想到他还会搞外遇。也许不是外遇，只是巧遇。对，有的外遇就是从巧遇开始的。外遇也好，巧遇也好，结了婚就应该遵守婚姻的承诺，要不然就等于背叛自己的情感，辜负对方对自己的信任。说得好。 boss 早。玲丽，你变网红了，你的点阅率啊，比我的粉丝人数还要高哎！赶快说一下感受。你不要再闹了，可以吗？刚才一堆10多年没见的老同学一直传简讯给我，烦都烦死了。你知不知道怎么 delete 掉那个 video 啊？这种热门的片段很快就不热了啦，你不用放在心上的。
那这狐狸精呢？你们见过面了吗？对了，上一次你跟我提到的那个律师，你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传给我啊？不会吧？你真的想离婚呢？反正早晚都要解决的，早点结束更好。嗯。早。这是下一季我们即将推出的素颜化妆品系列，相信资料大家都已经看过了。那素颜化妆品呢，将是我们公司的主打。那这一次的文案概念呢，就会是淡妆素颜的一个概念。就比如说，女人回到最初的那个状态，秀出她的自然美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普通。普通。回到当初，秀出自然美，那万一原来的我就不美怎么办？为什么不要给顾客比较正面的引导呢？例如，我们可以用“永不舍弃”来比拟素颜霜给顾客的承诺。素颜霜一旦抹在脸上，就好比情人之间的承诺，一生一世，这样才动人，不是吗？这个 idea 好。一生一世，那种别人一听就知道讲到做不到的。这是一种向往，一种追求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只要一抹卸妆水就可以去掉的粉底液，不要随便说一生一世。兑现不了的诺言最伤人，骗消费者，骗自己。承诺是表现当下的真诚心意，就像结婚，每个要步入教堂的恋人，难道他们都要因为害怕将来有可能会离婚，而拒绝给予对方承诺吗？化妆品卖的是爱自己，不是爱情。当你懂得爱自己，自然的就会懂得爱别人。对爱情态度正确，那婚姻就会一生一世了。难怪思远最近对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变。欢迎黄老师强势归来，坐镇大局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上课了。怎么不休息多几天呢？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想休息多久，应该不会有人反对。对了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黄老师，还是老板娘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。难怪你当时那么积极，推荐我投资这个补习中心。我以为是因为你喜欢我，原来你是他的小三，这样你就不对了。好歹我也是半个老板，你们想暗度陈仓，应该早一点告诉我嘛。还是你太喜欢2个老板同时追你的滋味？不管谁输了，你还是可以当你的老板娘。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厉害啊！讲够了吗？讲过了。对了，刚才陈氏打电话来，说要请假，说他老婆出了事。你知道他老婆出了什么事吗？不会是自杀吧？我随口说说而已。不过，老婆出了事，老公陪在她身边是应该的，毕竟是一家人嘛。
思远，今天 Daddy 下厨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哎，你是打算永远不跟 Daddy 说话了吗？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你说呢？对不起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妈咪。爹地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跟他在一起？只要你跟玉婷姐分开了，妈咪就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到时候你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们一家人也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开开心心的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你除了对不起，你还会说什么？我讨厌你。是，Daddy已经在想办法解决了。什么办法？怎样解决？骗人！你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是。你早就决定不要妈咪，不要我，不要这个家。思远，听 Daddy 说，不管将来 Daddy 妈咪变成怎么样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永远是你的 Daddy 妈咪，我不会不要你们的。思远，相信 Daddy。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哇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有什么可以吃吗？肚子饿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煮好了就有的吃了。哦。妈咪，爹地今天准备下厨，煮你喜欢吃的菜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跟你daddy有事情要宣布。等一下。哎呀，是谁这么识相啊？在吃饭的时候来，我开门啊。妈，你怎么来了也不通知我？我可以到车站去接你啊。给你一个惊喜，拿着。哦。玲丽啊，这是我从吉隆坡带过来的咸鱼，你收起来。好，谢谢你妈。阿妈。哎呀，给阿妈看一下。哎呦，好像瘦咯。妈，你怎么突然会来的？哼，你从国外回来新加坡这么久了，也没有去 KL 看看我和你爸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？还有啊，我也传讯息啊。那又怎么样？讯息又看不到真人，你不回去看我，那我只好大老远坐巴士来看你咯，看看你有没有变胖、变瘦，还是呢变不秀。痛！哎呀，反正你还是时候啊，等一下你孝顺的大儿子啊，他会亲自下厨煮个大餐，让你随便吃，大吃特吃，吃到满意为止哦。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煮这么多好料？哦，没有，就家常便饭。哼，我也很久没有吃你煮的菜了。妈，您先坐着吧，马上就有的吃了。在左边最下层的那个柜子里。没有啊。你有没有找清楚？左边，你知道左边是哪一边吗？就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找错柜子啊？嘿，是客厅的柜子，不是厨房的柜子啊。你不早说。那一直都是摆在客厅的柜子里面吗？爸。哎，你在家？哎。你妈突然买了车票，就自己跑去新加坡了，拦也拦不住啊。她有没有打扰到你啊？我这是来看儿子，不算打扰。你现在找不到驱蚊器，打电话来，这才叫打扰。没事的，爸妈想来看我就让她来嘛。你找到了吗？找
找到就挂电话啦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那挂电话了啊。拜拜。爸，真是的，我才来几天罢了，他就在那边呱呱叫。妈，毛巾、牙刷、牙膏你需要吗？我有带。那你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吃饭我再叫你。阿顺，你坐下。妈有事情要问你。那网络上的东西是不是真的？什么网络上的东西啊？你老婆喝醉酒发酒疯，还有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载她的 video 啊！要不是我的朋友发给我看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她在外面做了这样的事。那些留言还说那个男人是她男朋友，真的啊？他真的搞外遇啊？妈，他只是喝醉酒。那男的是谁？抱得那么紧，你没看见啊？只是普通朋友，喝醉了照顾一下，没什么，很正常的。你老婆的事啊，现在全 KL 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啊。3不5时打电话给我，问你们两夫妻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那我怎么回答啊？我说你老婆脑袋出问题啊。都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，还学人家去喝酒，还跟其他男人在大街上搂搂抱抱，他不觉得恶心啊？他没有羞耻心的。我和你爸的脸都被他丢尽啊！妈，网络上的东西不能够相信，而且那些留言的人，他们根本就不负责任，说三道四的。就算是喝醉酒，照顾他的人应该是你，不是其他男人。刚好那天我没空。妈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在林丽的面前提起，好吗？拜托你了。你呀，就是因为太老实，所以被你老婆吃得死死的。你再这样纵容下去，你迟早吃亏。我先出去了。Madam Lim， 根据你的需求，我们已安排了星期5早上7点动手术，请确认后回复。爱德医院妇产科。玲玲，我跟律师谈过了，离婚了之后，思远跟我，但是你随时想要见他都可以。我不需要赡养费。这间房子一直以来都是你供，之后我会搬走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玲玲，我刚刚看到医院发给你的讯息，要安排你动手术。你到底动什么手术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医生说我卵巢里面长了一颗瘤。要切片化验才知道是2型还是2型，不是什么大手术。不管怎么样，动手术就是有一定的风险。你就不打算告诉我了吗？万一化验结果出来是2型肿瘤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，就算化验结果出来是2型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。什么你自己我自己的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！签了字离婚。就不是了。你也不用对我惭愧，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。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，我都会坦然面对。只需要我跟你在。对，我不是来看你喝酒的，不然要干嘛？你不是打算要跟大嫂离婚，但不敢开口，他现在帮你开口了，不是更好？
怎样，舍不得啊？听见他说要离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这句话有多伤人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不是吧？你当初搞外遇，想提离婚的事，你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吗？你现在还摆这种愧疚的脸，哎，这里只有我哎，我是不会同情你的。喂，所以你想怎样啊？不想离婚，舍不得，不是因为大嫂现在生病了，你才想挽留她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哎 ，please 啦啊，放过她，她是不需要你的同情的。我不是同情他，那是什么？后悔啊！连小学生都知道，下错棋是不能走回头路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个屁呀！我拜托你啊，以后做什么决定啊，用你的大脑来想一想好不好？你搞外遇已经伤害了3个女人，你还坐在这里，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，你觉得很好玩吗？当我知道你大嫂她生病的时候，我才突然间意识到，我也不想失去她。真是后知后觉啊！那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哇！我真是给你气死，你懂吗？那虽然男人偷吃那是罪不可赦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下错棋了不能走回头路，但不代表不能重新再来新的一盘棋。如果你心里还有大嫂的话，要跟她重新开始，那就赶紧跟那个女人说清楚，要断就一刀两断，干干净净，死活都不准再回头。女人的容忍度啊是有极限的。还有啊，这件事啊，不要让妈知道，不然你好自为之。他们好像真的要离婚了。姐姐还好吗？你妈妈还好吗？你进来干嘛？刚才气象局报告说，等下会下大雨，所以，而且还会有打雷，所以呢？所以我一个人在屋子会怕，想说过来让你陪我一下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我非常的介意。为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我们只是小学同学。所有的恋人都是从朋友开始的啊。可是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们朝夕相对，就算不对我一见钟情，也会对我日久生情。对啊，如果我们朝夕相对，说不定他也会对我日久生情。你也赞成？对不起啊，小田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所以呢，这间帐篷就让给你。谁？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朝夕相对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争取时间，他现在很需要我。走了。他是谁？时间，我先走了。他是谁？谢谢你啊，小田。东升。喂，林丽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出院也不通知我一声？医生怎么说？那你今天晚上要早一点睡。还有啊，还没有讲完就给我挂电话。哎，小帅哥，阿姨，这间房间还空着吗？来，
这间就是你的房间，其他2间呢是我跟我女儿的房间，你 OK 吗 OK， 比我原来住的好多了。你这么迟上门来跟我租房间，你不怕我不租给你吗？你的人那么善良，不会忍心让我露宿街头，无家可归吧？我是看在那天你送我女儿去医院，又是私远朋友的份上 ，OK 咯。谢谢你，阿姨，愿意收留我。以后有你在这里跟我相依为命，我就不用当独居老人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我想要问你。尽管问啊。你长那么帅，你妈知道吗？哎，为什么征人？有人辞职吗？玉婷昨天辞职了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这里没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玉婷分手了是吗？不说也行，不想太多人知道你们的事情，我懂的。其实我刚知道的时候很生气，大家都是合伙人，你也知道我喜欢玉婷，为什么不提一下我？你这不是在耍我吗？不过后来我想想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明白的。现在玉婷辞职了，我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。不过你真了不起啊！一副顾家好男人的外表，居然会出轨，左右逢源，还可以全身而退。我真想向你讨教讨教。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个事情。干嘛？敢做不敢跟别人讲？我也是受害者。你要去哪里？回我妈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辞职？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？打电话给你不接，讯息也不回，现在还请事假。你要我去哪里找你？怎么跟你商量啊？我们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我不想再听他们的闲言闲语。补习中心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对不起，最近家里有事。是他有事吧？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可以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我是狐狸精，抢别人老公、做第三者，我都无所谓。但是我不能接受你3心2意、摇摆不定。到底要我怎么样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要怎么做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配合你。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要我怎样？我们接下来会怎样？对不起，玲丽她生病了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那我呢？陈氏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？哎，你回来了，汤煮好了，我盛一碗给你喝。你把工作也辞了，总算和他断绝关系了。新的工作就慢慢找吧，先休息一会儿。没事的，事情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来，
汤真了哈。你怎么？有点反胃。这个是你最喜欢喝的汤啊，怎么会反胃？是不是太累了？好不好了？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下。后天到医院 register。好，12个小时前要进食。我知道了。谢谢你。林丽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啊，妈？你这个电子炉啊是怎么搞的？那个火这么小，炒出来的菜哪里好吃啊？现在大家都用电子炉，比较安全啊。我用瓦斯炉用了几10年，也没试过爆炸。还有啊，你家的石油用完了，你也不知道啊？啊，你平时没有在煮饭的，害我跑下去买了1瓶回来。我们家都用椰子油，比较健康。你没讲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打电话给你，你又不接。我刚才在讲电话。我知道你工作忙，但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家庭。你到现在才回来，也赶不及煮晚餐。难道你要神呢每天赶回来替你煮晚餐吗？还有啊，你这个厨房该有的没有，不该有的一大堆，一个厨房都顾不好，怎么照顾一个家？哇，这么香！妈，你在煮什么？这个电子炉啊不好煮，煮的菜呀都不香的。哎呀，妈，以你的功力呢，不管用什么炉啊，煮出来的菜都会像大厨师一样好吃的。妈，肚子饿了，煮好了吗？很快很快，等一下。啊，妈，你又碰我东西啊！你一来就把我东西给弄乱了。哎呀，我刚才打扫的时候顺便动了一下而已啦。哎呀，我就不喜欢别人碰我东西嘛。哎呀，你这么挑剔啊，以后谁敢嫁给你啊？我又没有想要结婚。男的当婚，女的当嫁，婚迟早要结。不过我告诉你哦，你找老婆千万不要找好像你打扫那样的，整天只是顾着工作，早上一大早去上班，晚上也不回来煮晚餐，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。刚才我扫地的时候啊，发现了到处都是灰尘了，很明显家务也没在做。妈，你就不要针对大嫂了，好不好啊？做人媳妇呢，就有媳妇的样子，啊，她不做家务我算，啊，饭不煮我也算，可是只生了1个女儿就说不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妈，大嫂是事业女性，她上班的时候呢要开会，要管员工，那她放工之后要回来面对你这个难缠的家婆，她已经很难受啦，你就放过她吧，啊？哦，那我以前要种菜，照顾你爸，还有养大你们2个，我容易呀？妈，你就不一样啦，你是最棒的媳妇，最棒的老婆，最棒的妈妈，而且啊还生了2个最棒的儿子哦，一个英俊潇洒，一个聪明伶俐，你呀简直是无人能敌啊！反正呢，婚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，他们2人的事你就不要插手啦，给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了。你现在是站在哪一边啊？你哥现在吃亏了，还说这种话？一个是我哥，一个是我大嫂，手掌手心都是肉啊。阿姨啊，其实我在场会不会不太方便啊？当然不会，你是这场戏非常关键的人物。啊？陈实他妈今天约我出来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我们不能够输了气势，就算他跪地道歉，我们也要抓住主场的气势。可是，
我先跟你彩排一下，待会陈实他妈一来到，一定会先倒一杯茶向我道歉。但是我不会喝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们林家的女人不是好欺负的。那他肯定是慌了，一定会跪在地上哭到稀里哗啦的。我当然也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复合，但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不可以这么容易就原谅他们的，一定要先让他们道歉。这个恶婆婆整天欺负我女儿，我今天呢就要给她一点下马威，让她知道今天是我女儿大人有大量，才会原谅她的儿子的。芳芳，你也来啦？是啊，来坐。好好好。亲家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迟了。不会不会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哎，亲家，很久没见了，你的气色还是那么的好啊。你倒是憔悴了一点，是不是？最近为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奔波劳累了？还是你最了解我。我们当妈的不是说养儿100岁，长忧99嘛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，除了为儿子和媳妇的事情烦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烦恼的？说的没错，所以你今天才会约我出来。知道就好。OK， 我来。坐下。要道歉也是由人家的妈来道歉啊。当然，茶杯都准备好了，那就要看人家的妈妈来敬，还是人家的孩子来敬了。那你儿子怎么没来呀？那你女儿为什么没来呀？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妈约我来。我当初是瞎了狗眼，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儿子的。哎，是 boss。我是疯了才让我儿子娶你女儿。两位阿姨都没有瞎没有疯，但两位都有高血压，有话好好说。闭嘴！哎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再帮你出一口气。你以为你儿子是什么好东西？他是大学生、高材生，是补习中心的老板。你女儿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女儿怎么说，也是一间高级化妆品公司的创意总监，论成就比你的儿子高出100倍。总监又怎么样？也不看看他在外面做了些什么。做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不就贤妻该做的事吗？贤妻是这么当的吗？这样你还不满足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儿子，他是怎么当人家的丈夫、当爸爸的？你们不要再吵了啦！我都叫你闭嘴了。这里是大庭广众，大家少一句好不好？我们又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，怕什么？真是笑话！他们两母子真的是做贼喊捉贼呀！哼，还敢在这里大小声说话！你女儿私生活不检点，她在外面勾搭男人。你给我张大你的耳朵听清楚！现在私生活不检点，在外面勾搭女人、搞外遇的人是你的宝贝儿子陈实。你听他说什么？你听。这个女人真的是莫名其妙啊！自己的儿子搞外遇，还要恶人先告状，说你的私生活不检点。现在到底是谁的私生活不检点啊？搞上自己的同事。哎，不关我的事哦，是他先约我的。我以为他要替他的儿子向我道歉，我才会赴约的。我没有要惹事哦。哎，不过
他为什么会说你在搞外遇？明明就是他。我可以作证哦。刚才陈学的妈妈说话真的很过分啊！阿姨是为了护着你才跟他吵起来的，就不要生气啦。我没有生气，只是最近烦人的事真的太多了。现在他妈妈知道了也好啊，免得之后还要找时间跟他讲清楚，是吗？林丽啊，你真的打算要离婚啊？你妈说15年的感情不可以说散就散哦。我真的搞不懂你们现在的人，东西坏了就拿去修理，怎么可以说丢就丢呢？要花一点时间去看看，可能它只是一个小问题呢。如果每个人像你们这样，东西坏了就丢掉，那你不觉得很不环保吗？回收件的人也是环保吗？阿姨，其实林丽也不是个狠心的人，她也给陈实很多机会啊，但她就一错再错啊。而且林丽的条件也不差，何必那么委屈嘛？哎，条件好就可以不把婚姻当一回事吗？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说了什么？要不离不弃的吗？难道你都忘了？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婚姻，就只有不断修补的婚姻。我才发现，其实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守护神？有的不外是疼爱你的亲人，疼惜你的朋友。林丽，干什么胡搞乱搞啊你！啊，你对得起你老婆吗？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啊？是，林丽的性格有点霸道，她不像其他人的媳妇那样会讨家公家婆欢心，但怎么说，她也是一个懂得尊重老人家的媳妇，尤其是对你爸。每次家里出了什么问题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最后都是她在扛。还有，你在外面胡搞的事情，他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一句坏话。这样的老婆虽然不是完美，但也找不到第二个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玲玲。做错事还隐瞒啊！你打算怎么样？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警告你啊，我只有玲丽这一个媳妇，你要是没有把她哄回来，那以后你不要叫我了。医生，我最近没有什么胃口，闻到食物就想吐。这很正常啊。嗯？恭喜你，你怀孕了。You came into my life,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'Cause when I'm with you,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？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已经无法隐藏对你的仰望，一步接着一步，我们一起成长，慢慢证明那些